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漏嘴，提到了放过孟晚舟的原因了。这种欺骗性的消息到底想骗谁？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看到一个所谓的新闻广为流传，为什么说是所谓的新闻呢？我加了所谓的3个字，意思大家都应该明白。那么这个所谓新闻的说法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9月24日参加美联储倾听线上活动的时候，他的开幕式致辞里边说漏了嘴，说出了孟晚舟被释放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根本性转变，未来只能求着中国相救。而具体表现呢，是一边有大量失业人口，另一边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出了问题。所以呢，美国急着跟中国谈合作，所以呢要放过孟晚舟，所以拜登在联合国要说不跟中国追求新冷战。然后我就很好奇，鲍威尔怎么又说漏嘴？因为3月份的时候，国内就有所谓的财经媒体说鲍威尔说漏嘴了，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看到这个新闻标题之后，我本能反应就是不信。一个美联储主席啊，拿着稿子念稿，还能说话四处漏风，这个主席怎么当的？后来我找了一下，一查这个鲍威尔在这次活动的这个开幕致辞中呢，找了原文，发现果然他的原文跟这个国内所谓的新闻内容相去甚远。那次活动呢，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审查的一部分，先后搞了3年了。而今年9月24号这个谈话里边呢，鲍威尔根本就没有谈到劳动力问题，也没有提到供应链，甚至一个字都没有说到中国。所谓没有先例的根本转变，其实是2段话拼出来的。前一段原文是这么说的，说经济衰退的速度和强度以及快速恢复的速度是没有现代先例。而后边说的是，从食品供应到电影发行，从安全协议到各种行业的运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前后2段没有什么关系，被硬凑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讲话就是被某位作者加工篡改发在网上，然后在网上是传抄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其实呢，如果作者打算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还有经济和外交的关系，想解释一下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完全可以自己凭本事写一篇。但是杜撰一个新闻，还要说成是鲍威尔说的，解释一下美国为什么怂了，拜登为什么跪了，只能是骗骗自己。当然了，确实有些网民说过，不关心消息真假，听着过瘾，听着爽就行。这属于精神鸦片上瘾的状态，凭这种心态没法跟敌人做真正的斗争。倒是9月24号，也就是鲍威尔发表这个美联储这个倾听活动这个开幕式致辞的同一天，法国《费加罗报》刊登了采访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文章。这位大国兴衰的作者提醒世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相对下降，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美国的世界，而是多极世界。美国不得不考虑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利益，需要更多依赖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但是美国现在经历这样的挫折还不足以断言美国就已经垮了。美国的很多错误就跟越南的战争一样，它只是输了一次军事冒险，仅此而已。我觉得这个英国学者的观点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并不那么好听，但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参考。毕竟我们跟美国的竞争也好，对抗也好，都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且中美之间的竞争之中还有双方的利益深度纠缠，所以要分出一个高下，要重新划定一下国际政治新格局，有可能比抗日战争更加的旷日持久。所以对比一下，前几年中美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不能打，要妥协，那纯粹是抗战初期的投降亡国论。而这半年多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反映在中美关系上，是拜登打算颠覆掉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又被我们很多人理解成拜登向中国服软，美国垮台了。这是什么？这是抗战初期也出现过的速胜论。不管是亡国论、妥协论还是速胜论，2种态度和观点都不足取。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看一遍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了。未来呢，我们在中美之间的斗争中也难免会遇到打击和挫折，也会有各种小胜甚至是大胜，但是千万别焦躁。如果焦躁了，
我们就容易患上美国人现在得的病。好，关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